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今天讓我們回到古希臘，與亞里斯多德一起漫步，一起思考，一起重新闡述其思想，讓其偉大的智慧也能在今日時代與時俱進。歡迎您。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超級特別的文獻探討。我們手上有一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資料。對，這疊資料其實非常豐富。沒錯，裡面包含了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物理學原點，然後還有幾篇探討東方道家跟佛教思想的現代論文。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呢，就是要帶領您，就是正在收聽的您，一起潛入這些資料的最深處，來一場我們說的反向哲學工程。我們要徹底翻轉2000年來西方形上學的那個刻板印象。是的。在我們正式開始之前，我們想請聽眾先在腦海裡稍微想象一下一塊未經雕琢的大理石。哦，一塊原始的大理石。對，因為在過去2000年的西方哲學傳統裡，大家總是告訴您，只有當這塊石頭被雕刻成一尊像是很美麗的雕像的時候，它才具有意義。然後那些剩下來的沒有形狀的碎石跟基底，就是一些遲鈍被動的泥土而已。其實一般人真的都是這樣想的。沒錯嘛。但是今天透過我們論文裡提出的這個整體的哲學視角，我們想向大家證明一件事：那個沒有形狀的基底，或許才是宇宙中最完滿的存在。哇，這個開場真的蠻有畫面感的耶。說實話，大家想到哲學啊，或是提到亞里斯多德，腦海裡浮現的大概就是那種充滿艱澀術語的古板學問，或者是那種高不可攀的階層金字塔。對對對，就是一層一層階級分明的那種感覺。但您今天似乎要告訴我們，傳統教科書上教的那一套，可能需要完全重新評估了。確實如此。我們今天探討的絕對不是傳統那種高低分明的階層論。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文獻分析，向您展示，所謂的純形式，其實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大家以為的那種高級的形式。誒，那純質料呢？純質料當然也不是大家以為的那種低級的質料啊。在宇宙的本體論裡面，它們其實是一體兩面，完全沒有尊卑之分的。這聽起來真的蠻有挑戰性的。不過我們在打破規則之前，總得先搞懂這規則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吧？那是一定的。在您提供的這些文獻裡，亞里斯多德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就是那個形質論。對於不太熟悉這個詞的聽眾，我們該怎麼簡單理解它？這個嘛，形質論字面上其實很好懂，就是形式與質料的結合。亞里斯多德主張，現實世界中的每一個具體事物都是由這兩個不可分割的原則構成的。文獻裡面最常舉的經典例子，就是一尊蘇格拉底銅像，青銅才子的那個雕像嘛，對不對？對，在這個雕像裡，青銅就是質料，也就是構成這件事物的基底材料。您想想看，青銅在被鑄造之前，它本身是沒有任何特定形狀的。就是一團金屬。沒錯。然後蘇格拉底的輪廓與長相，這個部分就是形式。是這個形式賦予了這團青銅特定的結構跟本質，所以傳統西方哲學的觀念裡面，人們就會習慣性的覺得形式是高級的，因為它帶來了秩序跟意義嘛。對啊，相對的，質料就被看作是低級的、混沌的，好像只能被動地等着被別人塑造一樣。了解，也就是說，大家都在讚美那個雕刻出來的輪廓有多精緻，然後就把青銅當作只是一個用來承載輪廓的笨重材料而已。對，但我們認為這根本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超巨大的歷史盲點。在我們進行的這場反向哲學工程中，我們從文本裡梳理出了一個非常顛覆的重新定義。哦，是怎麼樣的定義？我們發現純形式根本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高級的形式，它是形上學裡的別項，也就是具體的差異，代表着多與有。那純質料呢？而純質料也不是一般的質料，它是形上學的總項，也就是統一的基底，代表着一與空。等一下，好，讓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個概念。這其實有點違背直覺，把純質料當作最高境界的一。對，很多人一開始都會卡在這裡。我們用畫畫來比喻好了，就像在一張白紙上畫畫，傳統哲學家都在讚美那些畫出來的線條，說這些線條也就是形式賦予了畫作價值。
但您現在的意思是，那張沒有任何線條，看起來明明什麼都沒有的空白畫布，也就是純質料，反而是包容一切、統攝萬物的最高境界。哇，這個比喻非常精確。順着您的空白畫布想下去，您覺得形式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形式應該就是那些畫上去的線條吧，就是賦予事物形狀的那個東西啊。對，但如果您更深層裡的去看，形式的本質其實就是界限與規定。界限。對啊，因為有了界限，我們才能在畫布上區分出，哦，這是一棵樹，然後那是一個人。但你有沒有發現，只要有界限、有區分，就必然會產生這一個與那一個的差異啊，我懂了。所以形式雖然帶來了多樣性，但也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分割。它把一個原本完整的東西給切碎了。沒錯，這就是您剛剛說的，它落入了多的世界。完全正確。相反地，您回頭去看看那張空白畫布，那個被剝除了一切界限、一切屬性的純質料，因為它沒有任何可以被分割或是區別的特徵，所以它是一整塊的。對，在邏輯上，它反而成了一個完全沒有裂縫的絕對連續體。它根本無法被切分成多，所以它成為了包容一切的一。哇，這真的有意思。這正是為什麼文獻中會將它與東方哲學裡空有不二的核心產生共鳴。因為它就像那張沒有任何預設立場的純質料，所以它才能夠生發並且包容萬有。這個視角真的是把整個西方哲學的價值觀完全倒過來了耶。傳統上我們很怕空無，比較喜歡具體的形式，但您卻指出空無才是真正的整體。其實這就是換個角度看世界。那既然我們現在確立了純形式與純質料是完全平等的，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到底是怎麼互動的？總不可能永遠都只是一張白紙跟一堆飄在空中的線條吧？當然不會啊，這就必須探討亞里士多德解釋事物變化的另一個很核心的動態模型，也就是潛能與實現。潛能與實現，對。而在他的文本裡面，這個實現的完滿狀態有一個比較學術的專有名詞，叫做贏得來兮。等等，贏得來兮這詞聽起來有點太硬了，我們能不能把它稍微白話一點？它到底是指的是什麼？沒問題。簡單來說，贏得來兮就是一個事物達到了它內在的目的，或者說它處在一種完滿的實現狀態。能不能舉個例子？就像一顆種子，它裡面有長成大樹的潛能嘛。當它真的長成了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的時候，那個狀態就是它的贏得來兮。了解，也就是潛能被徹底兌現的那個時刻。沒錯。那傳統上認為呢，質料代表潛能，形式代表實現。但是我們進一步去分析文本，就發現潛能其實是具有雙面性的。雙面性怎麼說？也就是說，它分為主動潛能與被動潛能。比如說，一位建築師具備蓋房子的能力，這就是主動潛能。然後，一堆木頭具備被蓋成房子的可塑性，這個就是被動潛能。一個是主動去蓋，一個是被動被蓋。對，那既然潛能有主動跟被動之分，我們就推論，作為潛能現實化的那個贏得來兮，也必然有主動的贏得來兮跟被動的贏得來兮之分啊。這帶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哦。如果說主動潛能變成主動的實現，就蠻清楚的，就像那個建築師真的動手開始蓋房子了，他在發揮他的所長嗎？是的。但是被動的贏得來兮到底是什麼？一塊木頭被釘死在牆壁上，它失去了變成其他東西的可能性，只能乖乖待在那邊。這也能算是一種完滿的實現嗎？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質疑啊！聽起來木頭好像超級委屈的，對不對？對啊，就覺得它被限制住了。但其實我們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第3卷裡面找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例子，他舉了教與學的這個過程。老師的教是主動潛能的實現，而學生的學是被動潛能的實現。老師主動給予，然後學生被動接收。對，但關鍵在哪裡？你知道嗎？
這兩個實現其實是發生在同一個瞬間，而且是發生在同一個受動者，也就是學生身上的同一個事件。發生在同一個瞬間。是的，形式的主動賦予絕對不可能憑空發生，它必須非常依賴質料那種極致的被動受容性來承載。哦，回到那個木頭的例子。沒錯，木頭被釘成房子，它完美的承載了這個房子的結構，它不再是一塊到處漂浮不定的碎木頭了，它成就了房子的存在啊。所以這正是它作為質料最完滿的被動引得來兮。完全正確。沒有完美的接受，就絕對沒有完美的給予。我試着把這個概念拉到大家的生活經驗裡看看，這是不是有點像我們的工作狀態？當我們在辦公室裡面積極地發送電子郵件啊，主持會議、推進專案，這就是一種主動的引得來兮。沒錯，很主動的展現。但是當我們安靜地坐在位子上，全神貫注地去聆聽別人講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或者是純粹在吸收新資訊的時候，雖然表面你看起來好像什麼事都沒做，但那種極致的被動吸收，其實同樣也是一種完滿的狀態，因為它為後續解決問題提供了基底。哇，您這個連結真的非常貼切。在我們研究的文獻中，其實還特別把這種關係跟東方佛教的思想對接了一下，用到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做有情生與無情生。聽起來有點抽象，這要怎麼解釋啊？我們可以用一個大自然的畫面來想象。你想象有一座很宏偉的峽谷，裡面有一條奔騰的河流。峽谷跟河流，這條河水充滿了動能嘛，它不斷地在沖刷、雕刻着岩壁，它就像是佛教裡面講的具有意識與主動造作能力的有情生，也就是那個主動的引得來兮。那岩壁就是無情生嘍？沒錯，那座峽谷的岩壁，它雖然不會自己跑來跑去，但它超級忠實地承載並且引導了河水的流動方向，它就像是無情生。岩壁雖然是被動的，但它卻完美地塑造了河流的形態。哇，河流雕刻了岩壁，但岩壁也決定了河流的方向，所以它們根本是一種平等的共舞。是的，這其實告訴大家一個非常深刻的道理。您現在所處的環境，那些看似死寂的物質，其實正以一種被動的完滿狀態，在跟您的意識產生着非常緊密的共振。這真的給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看待周遭的世界耶。好，那我們現在手邊有平等的純形式與純質料了，然後也有主動與被動的引得來兮了。如果我們把這些積木全部組合起來，我們要怎麼去認識這個世界啊？資料裡好像有提到一套叫整齊的哲學模型，這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這個模型嘛，我們將整體的哲學分成了3個很宏觀的維度。首先是形上性，它代表弊案、目的或者是最高的預設。形象性。第二個是知識性，它代表介質、橋梁或是我們認識的過程。最後第3個是倫理性，代表此案、現實還有我們具體的實踐。OK， 這3個維度。重點來了哦，這3個維度絕對不是靜態的金字塔哦，它們其實構成了一個雙向的因果時鐘。雙向的時鐘，所以有分順時鐘跟逆時鐘2種走法。是的，我們先来看順時鐘方向，這其實就是傳統西方哲學最喜歡的那種結構分析。它的路徑是形上性作為因，知識性作為緣，也就是條件，最後倫理性作為果。所以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從純形式出發。沒錯，就像是某個權威給定了一個絕對的標準答案，然後要求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必須要去遵守它。我理解了，這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指令。那逆時鐘呢？逆時鐘方向其實就是我们這次反向哲學工程的最核心，它的路徑完全反過來了，是倫理性作為因，知識性作為緣，最終湧現出形上性這個果。哇，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動態過程。對，我們從當下每一次活生生的實踐出發，透過知識這個介質，最終回歸到那個包容一切的純質料，也就是整體的總相。哇，這正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讓我試着用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場景來想象一下。
如果說順時鐘的運作就像是一位很嚴格的交響樂指揮家，他手裡拿着一份已經寫好的樂譜，也就是預設好的存形式。對，然後他要求整個樂團一絲不苟地照着譜面演奏出結果。沒錯，這非常有權威性。那如果您用逆時鐘來想呢？如果是逆時鐘，那感覺不就像是一場爵士樂的即興演奏？樂手們一開始根本沒有固定的樂譜啊。完全切中要害。那您覺得樂手們是憑借着什麼來演奏的？他們憑借着當下彼此的聆聽啊、互動啊，也就是您剛剛說的現實生活中的實踐與尹德萊希。他們在碰撞中去尋找旋律，最終創造出一種無法被事先定義卻又極度和諧的音樂狀態。而那個包容所有樂器聲音的最終和諧，就是純質料。您這個共構的比喻真的太好了。而且您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不管是看着樂譜演奏，還是即興發揮，樂手們其實都需要具備一定的音樂技巧，對不對？對啊，他們總得先懂樂理吧？是的，在這個模型裡面，那個音樂技巧，或是任何靜態的形式與動態的尹德萊希，其實通通都落在知識性這個圓的位置上。它就是一個橋梁。原來如此。這種去中心化的認識論，其實在告訴我們，真理絕對不是只有由上而下的灌輸而已。正在收聽的大家，您當下每一次真誠的閱讀，每一次微小的工作與生活實踐，其實都在啟動逆時鐘的湧現。您都在親自參與宇宙終極意義的創造耶。沒錯。這聽起來真的讓人感到充滿力量。不過，身為一個替大家把關的閱讀者，我這邊必須提出一個稍微犀利一點的質疑哦。沒問題，您說。我們剛剛把純質料捧到了最高境界，甚至說它是包容一切的一。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手邊的形上學原點，亞里斯多德明明就說過，宇宙的終極實體，那個推動一切的不動的動者，是一種純形式啊。神是沒有質料的。對嘛？那我們這樣硬把純質料說成是最高境界，這難道不是在強行曲解它的文本嗎？其實，如果我們將這個問題連接到更宏大的圖像，您就會發現，這正是我們進行反向哲學工程的真正意義所在。我們絕對沒有曲解它，而是運用了高大美的哲學詮釋學。哲學詮釋學？這詞聽起來有點太學術了啦。其實概念很簡單。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今天帶着現代的視角與眼鏡去閱讀古人的文本，我們不是要去批判他哪裡寫錯了，而是透過一種視域融合，幫他解決他自己體系裡面卡住的那些矛盾。所以您是說，亞里斯多德的文本裡面確實有留下了明顯的裂縫？是的，而且非常明顯。就在《形上學》第12卷，亞里斯多德當時為了解釋天體行星的那種複雜運動，他運用了當時最嚴密的天文學、數學推算，結果您猜怎麼着？他推導出宇宙中必須要有47或55個推動天體的不動的動者。等等，55個神？但如果純形式是宇宙唯一最高的終極真理，怎麼會有55個？這不就變成您剛剛說的多了嗎？這根本打破了他自己對於最高真理應該是一的設定啊！您看。這就是在邏輯上無可辯駁的矛盾啊！純形式必然會導致多。其實亞里斯多德自己心裡也非常清楚這個問題，所以就在同一卷的結尾，他突然拋下了那種嚴密的推導，非常感性的引用了荷馬史詩來感嘆。他說了什麼？他說：“事物的多頭統治是不好的，讓統治者只有一個吧。”哇，這太有意思了！這就像是他作為科學家的一面，透過數學冷靜地算出了多，但他作為哲學家的一面，他內心深處對宇宙真理的那種直覺，卻強烈地呼喚着一。完全正確。那您一定會想問，為什麼他不敢大方地承認那個沒有界限、缺乏規定的純質料才是真正的一呢？明明他在物理學第1卷其實已經證實了純質料是連續體啊。對啊，為什麼不乾脆承認就好？這就牽涉到古希臘時代的歷史背景了。對當時的希臘人來說，沒有界限、沒有形式的無限與無定型，就等同於不可知的虛無跟混沌。
他們對空無有一種非常深層的恐懼。啊，所以我懂了，他不敢把最高的位置交給一個看起來像虛無的東西。沒錯，但是今天站在擁有東方哲學空性視野，還有現代系統論思想的我們早就沒有這種恐懼了。我們完全看得懂那張空白畫布的價值。真的。所以，我們透過我們這個時代的視角，幫助他完成了他體系內未盡的拼圖。我們正式承認，代表着空與一的純質料，與代表着有與多的純形式，是同等尊貴的形上學一體兩面，沒有誰為尊，沒有誰為用。他們就像是宇宙呼吸的吐與納。是的。今天這場深淺真的太精彩了，我們徹底顛覆了對西方古典哲學的刻板印象耶。讓我們來為聽眾快速統整一下今天的核心精華。透過這疊豐富的文獻，我們了解到，宇宙絕對不是一個死板的階層金字塔，對，根本沒有什麼質料低賤、形式高貴的說法。純形式所代表的無盡多樣性，跟純質料所代表的無限包容性，其實是一體兩面的。而我們每一個人，正透過我們每一次的主動或被動的實踐，也就是那個引得來兮，在這個現實生活中，建構着通往整體真理的橋梁。是的，萬事萬物都在這場宏大的雙向環循環中，展現着屬於自己的真諦哲學。無論是主動的創造，還是被動的承載，其實都同樣偉大。那麼，在節目結束前，我想留給您，也就是我們的聽眾，一個蠻發人省身的問題：如果萬事萬物，甚至只是一張空白的紙，一塊未雕刻的石頭，都具備着完美的被動引得來兮，那麼，當您下次覺得自己的生活處於停滯，或者是看似毫無作為的空白期的時候，您是否能換個角度想一下，這或許根本不是一種匱乏，而是您生命中正在展現某種如同純質料般準備孕育無限可能的極致完滿狀態呢？這真的非常值得思考。感謝您的收聽，希望本文對您有所注意，有所啟發。下次再見。